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英法被俄指控援乌核武，乌俄谈判最新进展。克里姆林宫首度承认战争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指控法国和英国正秘密策划向乌克兰转移核武器。伦敦和巴黎希望通过提供核弹，帮助基辅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据塔斯社报道，俄方声称英法考虑转让的是法国设计的 TN75 微型弹头，通常配备于 M51.1 潜射弹道导弹。俄方表示，英法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欧洲的零部件、设备和技术，让乌克兰具备核能力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乌克兰人自身发展的结果，以此掩盖其直接介入的事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直指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定，并称将在后续谈判中考虑这一非常危险的信息。俄联邦委员会更进一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调查，并警告称，若英法实施该计划，将构成联合攻击，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反击。面对这一指控，英国方面的回应干脆利落。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首相府代表明确否认相关说法，法国与乌克兰尚未对此做出明确回应。就在核指控风波发酵的同一天，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上传来了积极信号。正在基辅出席 YES 会议的英国特使维特科夫通过视频表示，过去2个月乌俄谈判取得的进展超过了此前4年的总和。虽然核心分歧尚未解决，新一轮会谈时间也尚未确定，但据维特科夫透露，在此前日内瓦的一次框架会议上，代表们暂时搁置领土问题，将工作重点集中在起草安全框架上。他特意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让乌克兰人相信战争不会重燃。此外，一条关于战后经济重建的繁荣轨道也被纳入讨论议题，涉及工业、数据中心及能源领域。同时，维特科夫表示，美国的角色是调解者，而非强加结果，并已安排下一轮与俄罗斯官员的接触。在初步问题解决后，不排除俄乌领导人直接举行会谈的可能性。谈判桌上的乐观情绪无法掩盖战场上的残酷，克里姆林宫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通过闪电战实现战略目标的预期已经落空。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宣布，自1月底以来，乌方已从俄军手中收复了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佩斯科夫也明确承认，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尚未完全达成。这种说辞与俄罗斯官方媒体此前频繁宣传的战场胜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从侧面印证了俄军在实现其最高战略目标上面临的现实困境。持续4年的冲突正演变为一场消耗战，而莫斯科显然也意识到，仅靠军事手段难以实现其全部野心。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结果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